魔术学姐原作是咋完结的？该一作其实是由阿紫老师于2016年开始在讲谈社旗下的周刊 Young Magazine 上连载的漫画作品，但由于作者老师身体不太好，2017年至2018年期间停载过一段时间，直到2018年8月份才重新连载。该一作至2021年才正式完结，全篇共出了128话的内容，发行了8卷单行本。我们2019年看到的每集12分钟的12集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漫画前71话的内容，大致演到了漫画的第5卷单行本处，但受篇章限制，第5卷单行本的漫画内容动画其实并没有演完。在第10集左右，学姐和男主他们去海边时，其实还合宿了一晚上，而且还因为学姐大半夜非要展现一下自己的魔术技法，动静搞得非常大，搞得别人以为男主和学姐为爱鼓掌了一晚上。而学姐还在民宿住着的时候，还办了一个魔术个人秀，但本来要配合表演的男2号突然拉肚子没办法出演，住在附近正好跑来看热闹的化学社社长被学姐心机的拉上台来配合表演，结果演出大获成功。本来化学社社长还想说一下自己是很有魔术天赋的人，结果聊天才知道是因为学姐平时胸太大了，穿刺魔法才总穿帮的。而正好是因为这个前一个表演，化学社社长眼镜给弄掉了，导致化学社社长看不清地上的绳子是干什么用的，于是他不小心把绳子一拽，学姐衣服和裙子当场被扒了个精光，这导致学姐的魔术表演引来了大量观众，从此男主和学姐被民宿拉入了黑名单。其实后面这种搞笑的剧情还有很多啊，比如男主和学姐在挤电车的时候，学姐非要在拥挤的车厢里面给男主表演一个魔术，结果一会儿喊球球，一会儿喊棒棒啊，引得警察过来把学姐给抓走了。像这种杀必死和搞笑的剧情实在是太多了啊，这里就不展开一一叙述，简单的说一下主线剧情。在学校文化季开始前，学姐鼓足了勇气，给了男主2张海底世界的门票，并说只要他在文化季表演成功，他就和男主去海底世界约会。这把男主弄得心痒痒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学姐是一个社恐，所以果不其然，在文化季当天，学姐的魔术表演大获成功。原来学姐克服了障碍，在伙伴们的帮助之下，表演没有太大的穿帮，所以在文化季结束时，学姐来找了男主，把海底世界的门票给撕了，并说约会取消了。男主当时心态就爆炸了，愣是在活动室里不知所措。好在关心男主的化学社社长来看男主，知道这事以后买了2张门票，约了男主去海底世界玩。于是男主跟化学社社长约会的时候，学姐竟然也偷偷的跟到了海底世界来查看男主他们的情况。更要命的是，本来学姐是尾随的，结果学姐太马虎了，被发现了以后，直接变成了修罗场的3人约会。本来化学社社长很生气，他跟学姐说，你不要男主就把男主还给我，但学姐却解释道，在文化季当天他遇到了以前的魔术部的老学姐，结果这些老学姐却劝学姐魔术是爱好，不能当饭吃的，让学姐早点准备高考和人生目标。学姐心说，我一个社恐还在魔术部，不就是为了守护跟学姐们一起美好的时光吗？结果你说这不值一提，导致女主学姐当时就想放弃魔术部，所以学姐把这无名火撒到了男主头上。不过后来学姐很懊悔，才跑来跟踪男主，想跟男主道歉，结果男主很大度，劝学姐不要放弃，这才把误会解除。但也是因为化学社社长太害羞了，天赐的机会，结果化学社社长说自己是为了安慰男主才跟男主逛海底世界的，而不是跟男主约会，导致男主的心又回到了学姐的身上。后来在一系列日常搞笑的故事之后，学姐最终迎来了毕业，但男主没有放弃魔术部，就像学姐一样，为了守护大家共同的回忆，男主跟男2号胖胖努力的去招新社员。正当男主感伤怀念学姐，打算自己露一手来个魔术表演时，学姐从窗户外爬了进来。原来学姐考上的大学就在这所高中的附近，所以学姐可以经常跑回来找男主。男主的感动荡然无存，学姐见男主又害羞了，就打算自己露一手魔术表演来缓解尴尬，结果一件换装的绳子又没弄好，又变成了一件脱光。正片故事到这里就正式的完结了。以上就是魔术学姐的原作完结的大致内容。各位觉得这样的故事怎么样呢？赶紧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你还想看那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我就2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